说富二代只要不自己创业，一辈子不愁吃穿。可我就偏偏反其道而行，愣是赔了个底朝天。后来我痛定思痛，把创业改成了谈恋爱，结果没有一段成功的姻缘。更可悲的是第5次恋爱失败，我被前女友扔在山上，最后被逼无奈只能给青梅打电话。我说的十分委屈，她脚踩油门连夜驱车300公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大少爷答应我，下次谈恋爱别找这么远的山行不行？分手了还要我去接，我不怕鬼是吗？新女友跟柳如烟第一次见面，我向女友介绍柳如烟说，这是我从小到大玩的最好的姐姐。柳如烟听了这话挑了挑眉没做声，女友因为紧张说话有点结巴，姐姐你好。柳如烟撩下鼻梁上挂着的墨镜，从头到脚扫了女友一眼，最后盯着我的双眼，发出疑问口吃啊？女友的脸色一瞬间涨红，估计气得不轻，但柳如烟依旧十分没有眼力劲，她补充说口吃可不行，说话像淬了毒一样难听，然后开着兰博基尼扬长而去。我气得要死，却还要安抚红温的女友，宝宝别难过，我明天带你去买包包。谁知过没几天，女友带我去郊外露营烧烤时，喝酒上了头，说话开始口无遮拦。前几天你那个什么邻居姐姐在跟我装什么装？开兰博基尼了不起啊？脑子有病，狗眼。前女友话还没说完，我反手抄起桌子上的啤酒瓶，给她的脑瓜子开了瓢。前女友抱着头倒在地上，痛得缩成一团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她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敢骂柳如烟？”周围一瞬间变得热闹。前女友敢怒不敢言，气得咬牙切齿。我看着她轻蔑的笑了笑，本以为这次谈了个温文尔雅，结果又看走眼了。我没开车，前女友跟着她那群狐朋狗友下了山，我被单独丢下，给柳如烟打电话。我拿酒瓶子抡人了。柳如烟的声音兀地拔高：“你有没有受伤？”没。那边顿时松了口气，随即慢悠悠的开口：“那你前女友死没？”我很惊讶，柳如烟怎么一下子就猜到了？没死。他骂你有病，我觉得他才有病。柳如烟失笑：“大少爷，你从小到大挑女朋友的眼光是怎么做到一如既往的烂？”我吸了吸鼻子说：“我是想要好好谈恋爱的，但是谁能想到次次遇到的都是奥斯卡影后，长点心吧，无边长。柳如烟，你能不能来接一下我？”我强忍着眼泪哽咽道：“你再不来的话，我就要被蚊子咬死了。”这里又黑又可怕，那边传来叹气声，最终似无可奈何。临挂断前，他柔声道：“等我，户外蚊子太多了。”柳如烟到的时候，我还在狂跺脚。他脚踩一双黑色马丁靴，手臂上还搭了一件外套，从大锯上下来的时候，面无表情，活像一个社会枯井。见到他的下一秒，我的眼泪顿时就不受控制，我飞扑过去抱住了他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往他衣服上蹭。呜呜，你再来晚一步，我就要被蚊子咬死。柳如烟被我撞得往后退了半步，站定之后把外套披在我的身上。见面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大少爷答应我，下次谈恋爱别找这么山的，分手了叫我去接，我不怕鬼是吗？”头顶的笑声清冽，听得我愈发委屈难受。好歹我也失恋了，你怎么还嘲笑我？柳如烟看我实在难过，抽了好几张纸替我擦干眼泪，语气也温柔了下来。好了，别哭了。她半蹲下来，看着我露出的2条腿上数不清的蚊子包，没忍住奚落说：“又养活蚊子的祖宗18代了。”我嘴角往下一瘪，瞪着她，目光幽怨：“你不心疼我就算了，还要笑话我？”柳如烟从裤兜里摸出一瓶药膏：“你非要找小网红谈案底一样的恋爱的时候，不是挺开心的吗？”我沉重的叹了一口气，我以为真诚才是必杀技，结果一个个都在比演技。药膏被柳如烟挤在掌心，她宽厚的手掌附在我的小腿上，药膏被揉开之后，她起身屈起指节敲在我的脑门上，沁人心脾的凉一拂而过。柳如烟一针见血，因为他们图财，而你最好骗。我继续反驳，他前几天还说爱的是我这个人，是吗？柳如烟点开手机相册递到我面前，笑容很淡。那他爱的人有点多啊。照片上的女人怀里搂着一个帅气的男人，放大一看，这不正是今晚被我开瓢的那女？我瞬间语塞，深知又被扎了。历任女友感情基础都不太深厚，所以这次也一样。比起难过，更多的是生气。无边长，你谈的第一个对象到现在这个，无一例外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抿了抿嘴唇，柳如烟还在继续，特别是你那个数字姐520也能让你感动，我都不想多说。我一个眼神瞪了过去，她及时收声。那不说你那些前女友了，把手给我。我听话的把手伸了出去，柳如烟握住我的手腕，把袖子往上挽起，露出一截通红的手臂。我从小就对蚊虫过敏，被咬一口就会红肿一片，现在整个小臂看上去红得吓人。柳如烟看了眉毛皱起，感觉能拧死一只苍蝇，脸也黑得要命。见人低气压又不说话，我歪着脑袋凑了上去问他：“你是不是生气了？”柳如烟沉着脸否认，没好气的往我手臂上涂药膏：“以后谈恋爱你长点心吧，天天找的都是什么玩意儿？如烟姐姐教育的是。”我笑嘻嘻的向他发誓：“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肯定不会再谈恋爱了。”面前的人身形一僵，看着我的目光讳莫如深，我以为他是不信，于是继续发誓再谈恋爱我是狗。柳如烟握住我手腕的力度一松，冷不丁的呵呵了一声，扭头就走，绷着下颌线，脸色更难看了。我不明所以，仍旧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。如烟姐，我想喝点小酒，别这么叫我。柳如烟3步并作2步酷酷往前走，她身高腿长，一下子把我甩在了身后。你语气那么冲干什么？柳如烟沉默了，半晌憋出一句别管。我一脸莫名其妙。等柳如烟跟我回到家，天都快亮了，换了鞋一进门，转眼柳如烟已经躺在沙发上了。见她这样毫不客气，我没忍住吐槽：“大姐你就住我楼上，几步脚都不愿意走啊？”大抵是因为连夜开车，柳如烟的嗓音阴哑的不行，房子太大空荡荡的，我怕鬼。我信你的鬼，这姐从小就不信神佛。我还想再说什么，沙发上的人又懒洋洋的开口：“咪一会儿8点喊我要回公司开会。”哎，要不你回书房睡吧。回应我的是柳如烟的呼吸声。无柳两家素来交好，我跟柳如烟用好听点的话来说，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。就连现在2人住的地方都只是上下层的距离，房子的地段还是我选的。当时柳如烟说买房太麻烦懒得选，于是她直接买在了我的楼上，气得我一晚没睡，有一种被人踩在脚下的感觉。虽然换别人就不会这么想了，
但偏偏是柳如烟。隔天我就跑到她的公司要跟她算账。彼时柳如烟正坐在办公椅上，手里翻着公司报表。她一身黑裙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贵得要死的金丝眼镜。我两手叉腰，十分不服气。好你个柳如烟，你别以为买我楼上就能把我踩在脚下了。听了我的话，她眼镜下的目光变了又变，看我的眼神仿佛在看智障。见她无视我，气了，我嘴里吃着她吩咐助理给我买的我爱吃的菠萝包，大放厥词要跟她绝交。柳如烟眉头轻挑，面无表情的开始翻旧历。吴边长大学毕业后你说要创业，我脑中警铃大作，不等她把话说完，我连忙改口谄媚道：如烟姐我们天下第一好。死去的回忆又开始攻击我。大学毕业那会儿，家里要把我扔去国外，说去历练历练，我绝世半天都不管用，他们根本不听。我姐看不下去了，要我滚去自家公司上班。我一听回公司上班，那更不行了。我生来就爱自由，进了家里公司，那不得天天被监视。我扭头就去找柳如烟，要拉拢她入股，要她投资我创业。于是我缠在她的身边，开启了我满嘴的甜言蜜语，糖衣炮弹。许是被我烦得不行，接过她递给我的副卡时，我看见她耳后薄红一片，估计是被我气得不轻。然而我尝试了服装美食餐饮，无一例外接连倒闭，贴进去的钱都亏了。我姐知道后都无语了，说柳如烟任由我胡闹，那些钱不如丢水里，至少还能听个响。我说运气不好，下次肯定能回本。吴新月冷笑着说，呵还有下次呢，再创业你给柳如烟刷一辈子碗都不够还的。柳如烟轻咳了一声安抚说没事。吴新月表示无语，但我听得两眼放光，这事还有戏啊。我连忙掏出手机，凑到柳如烟面前，拉着她听我讲我的创业新计划。柳如烟听我说完，陷入了沉默。我目光炯炯地盯着她看，柳如烟像是被我充满斗志的眼神烫到。过了良久，她神色不自然地挪开了视线，淡声道：开吧，我给你转钱。坐在对面的吴新月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，觉得我俩都有毛病。往事浮现，等我回神时，已经走到柳如烟身边蹲下了。她闭着眼睡觉，半边脸压着抱枕，露出的侧脸轮廓分明。柳如烟长了一张极具侵略性的脸。美色当前，我看着柳如烟浅色的唇，不小心走了神，直到柳如烟突然睁开眼，四目相对，被当场抓包的我吓得跌坐在地毯上，心脏没来由的跳得特别快。刚睡醒，柳如烟的嗓音很低，又带着点沙哑的质感。你一直盯着我看干什么？我躲开她的目光，心虚道：喊你起床。柳如烟从沙发上坐起说：就只有这个。我点点头。你不是还要回公司开会吗？看着她眼里带着些微的红血丝，我又有点愧疚。我刚想要大发慈悲请她吃早饭，却听见面前的人用不带丝毫起伏的语气，没来由的说了句我听不懂的话。等会儿刚醒，我现在先缓缓。什么缓缓？缓缓什么？柳如烟不语。客厅陷入一阵尴尬的沉默，只看柳如烟耳根都是红色的。下一秒我从地毯上起来，沙发上的人也唰的一下起身，对视两眼沉默3秒，紧接着为了打破尴尬，异口同声道：我回公司。柳如烟十分平静。我去晨跑。我吼了一声，被吓了一跳的某人故作平静地送礼柳如烟。他前脚一走，我后脚飞快冲进卧室，扑到床上，整个脑袋埋进被子里，耳朵还是热得要命。太尴尬了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你的支付宝好友 Y 向你转账20万元，复言分手快乐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每次一分手，柳如烟就会给我转钱。截图发给柳如烟，你怎么又给我转钱？他回心情好。我发了一个龟龟生气的表情包，下一秒绿泡泡转账1万元，备注别卖萌。有病，这人太没良心了。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感情受挫，他居然还幸灾乐祸。柳如烟一连不见人影好几天。我姐说她飞去美利坚忙工作去了。凌晨3点关了手机，闭眼脑子里突然浮现一张熟悉美丽的脸，猛地睁开眼，心有余悸的思考，最近想起柳如烟的次数是不是又多了起来？闲着无聊打开抖音想看看她在不在线，不在，往下滑拉，一眼就看到了前女友给我发的私信99加，随便点开一个语音条，都是骂我的。无边长，他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，敢封杀老娘？你以为我会向资本凑近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要告你们侵犯我的隐私！牛批恋爱期间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，就连车都是我送给他的，分手了还敢骂我？本来柳如烟最近忙着不见人就烦，现在更是气得要死。于是我给他留言回复：你有空就让你那小情人陪你去看看脑子。再次见到柳如烟已经是2周后了，南城鼎奢的餐厅。彼时我刚跟沈月月吃完饭，她是我大学时的同学，我看着她生吃了一盘蒜蓉盖兰，内心 OS 还好当初没被抓去国外读书。离开时刚巧看见了柳如烟，不过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帅哥，两人看上去很是般配。我站在拐角处直直的盯着那2道身影，过了会儿才垂下眼皮打算要走，结果被抓了个征兆。柳如烟幽暗的目光扫来一瞥，凉声道：女朋友。或许是柳如烟的语气太过冷硬，引得那位帅哥也好奇的看了我好几眼。我对帅哥点点头，算是招呼。姐夫是叫不出口的，这辈子我只能接受喊吴新月的老公喊姐。我扯起一个自认为十分灿烂又好看的笑容，对柳如烟说：对啊，新女友高中认识的，现在算是破镜重圆了。紧接着我不顾沈月月震惊的要生吞一个鸡蛋的表情，挽住了她的手臂。她死命挣，我死命拽，就是不让她抽手。我给沈月月投去一个眼神，多年有意。沈月月终于接收到了我的求助，她抬手温柔地搂住我的胳膊，笑嘻嘻道：对，没错，我就是边长的女朋友，我叫沈月月，你好。柳如烟不太友好地忽略掉朝自己伸出的那只手，她低声重复道：边长。帅哥没忍住打破尴尬，笑着说：真好啊，你们真是郎才女貌，十分般配。于是柳如烟的脸绷得更难看了。沈月月外形条件优越，各方面都挑不出错，这次柳如烟绝对损不了我了。再加上我跟沈月月一唱一和，戏演得十分好。果然我听见对面的女人笑了一下，声音似是从鼻腔发出的，怎么听上去更像是在冷笑。你们关系倒是很好。帅哥哥哥在旁边适时又加了一句：那肯定啊，都说是男女朋友了，关系肯定要好。我欣欣然地表示赞同，所以看见他那副牙都快咬碎的模样，也没有多想。柳如烟凑近看向我，话却是对帅哥说的：道歉，杨夫人那边我会去赔礼道歉。帅哥则是体贴的开口：没事，我妈那边我会去说。嗓音温柔又好听，听得我心里荡漾。末了帅哥又加了一句：毕竟刘总都说了自己早已心有所属，你我之间的感情也强求不来，只是可惜了。刘总年轻美丽，多金还温柔体贴。我凑近看向柳如烟，对方却与我错开了视线，眸光暗了暗，很快又恢复如初。他给我的反应让我顿感内心有些茫然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他已经走了。沈月月嘿嘿笑了2下问
我配合你演的怎么样？他应该看不出来我喜欢女人吧？我牵强笑笑，估计是没有，只是内心没来由的有些后悔。朋友又道：“不过你刚刚那个笑怎么比哭还难看？”我没理他，心里还在想，柳如烟早已心有所属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内心莫名的开始感到烦躁。我把她当最好的朋友，可她有喜欢的人，这么多年我竟然一无所知。想到这，我没忍住给她发了信息，不为别的，是要质问她，为表达我生气的心情，绝对不是为了找她聊天。柳如烟，你有喜欢的人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过了21分钟，我才收到回复。她太笨了，笨这个字眼是多么宠溺。我问她，看来你很喜欢她了。她这次秒回个嗯，我点小生气，那我会跟你避嫌的。说到这，柳如烟不回我。又过了半小时才有了回复，确定吗？你最好想清楚。优吼你威胁我。本白羊怀疑这是柳如烟对我们之间的友情下的战术，于是删除拉黑一条龙，犹豫都不带犹豫的丢了手机，打算睡觉，翻来覆去简直难以平静。我点开朋友圈，从点赞里找到那个熟悉的头像，面子大过天。于是3秒后，我点开头像发送了添加好友申请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把手机丢在卧室。我抱着枕头跑去客厅，关了顶灯，瞪着电视里的女主角发呆。这是从小到大我俩之间首次的危机。柳如烟对我比我亲姐还好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应该祝福她的。可是这么多年反反复复尝试过都没有用，脑子里的小人开始打架，越吵越凶。我甚至能听到砰砰砰的撞门声，见鬼了，这动静怎么那么大？我不会是出幻觉了吧？直到我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，一声接一声的无边长，再然后是砰砰砰的敲，哦，不是拍门撞门声。我立刻起身去开门，门外的灯光落在柳如烟的身上，勾勒出一个颀长的身影，是柳如烟。没错，涌入鼻腔里的酒精气味告诉我，面前这个人喝酒了还不少。挺拔的鼻梁，线条分明的下颌，紧敏的双唇，还有那双被酒意浸染过的灰暗不明的双眼。在这个诡异又安静的氛围里，柳如烟一手掌着门，似乎很害怕我会把她关在门外。对视将近半分钟，我才偏开了视线，问他找我干嘛？无边长，我喝醉了。他除了拍门力气大了点外，说话的声音十分平静，听不出也看不出有半分的醉意，只是凑近看向我的目光有些沉重，心脏又要不受控制的疯狂乱踩节拍跳动。我闷声问：“你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？还来找我干什么？”柳如烟却不搭话，只是问我：“无边长，你很讨厌我吗？”柳如烟的嗓音似乎是因为被酒精浸染过，带着颗粒感的磁性落入耳里，震得人脖梗发痒。他这话问的奇怪，但我沉默的这几秒，在他看来是变相的承认。下一秒，他突然攥住我的手腕，将我往怀里一拉，我就这么猝不及防的往他面前趔趄了一步。他确实是真的喝醉了，都开始发酒癫了。无边长，谁想跟你当朋友？不给我回应的准备。下一秒，眼前忽然暗了下来，冰冷的唇贴在了我的额头，大脑当场宕机。用贴或许不够恰当，是亲吻。我愣了一下，心底那股没来由的烦躁与不安瞬间被消散了大半。一个不可置信的念头在心底放大数倍，烧红的脸让我不敢同那双炽热的眼对视。柳如烟的声音又开始黏黏糊糊、腻腻歪歪般的循循善诱道：“别讨厌我好吗？”我盯着两人贴在一起的斜肩，主动替他解释：“你喝醉了。”听了我的话，面前的人倒吸了一口气，无奈中又带着些苦涩。他问我：“你想我喝醉了吗？”我一脸不解，可柳如烟却在下一秒松开了我。额头似乎还留有他的余温，刚亲完我的人痛苦地揉了揉太阳穴。你是不是很不舒服？我去煮点醒酒汤给你喝。他在我的目光中往后退了半步，表情也变得十分懊恼。算了，你就当我在耍酒疯吧。我愣了一下，等回过神，门已被关上。于是我成功的喜提失眠了2天。第3天我烤了一盘小饼干，虽然难吃，但是卖相也不好。我盯着烤盘里长得像懒洋洋脑袋的饼干，放弃了上楼找柳如烟的想法。于是我转头就去找了吴新月。会客厅，吴新月抱着手靠在椅背上，看着桌面上的东西，陷入了沉默。我笑眯眯地喊了他一声姐。吴新月听了一副恶心的要吐的样子。我收了笑，吴新月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还想问你是不是故意的。我姐的表情看上去非常无语。我怎么了？吴新月盯着黝黑的一团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闲散富二代当够了，现在打算跟我争家产，然后拿这玩意毒杀你姐。你怎么这样说你的亲弟弟？说是这样说，但吴新月还是十分赏脸的咬了一小口，然后面目狰狞地吐了。评价难吃。我没理会，而是别别扭扭地开口：其实我来找你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问。我清了清嗓子说：我有一个朋友。吴新月两手环抱在胸前，没好气的：有屁快放。我心一狠，两眼一闭，接着道：就是我那个朋友有一个发小，两人从幼儿园就认识，期间我朋友就把她当成一个十分好的姐姐。但是前几天我那个姐不对，我朋友那个姐姐突然亲了一口我那朋友，当然了，她亲的只是额头，但是我朋友的姐姐的朋友说她心有所属很久。大师你怎么看？吴新月挑了挑眉，简明扼要道：你这唧唧歪歪一大堆弯弯绕绕的，就是想说柳如烟亲你。我点了点头，又疯狂摇头。不是我，是我有一个朋友，那就是喜欢你呗，还能怎么看？我皱了皱眉，真诚发问。可他前20多年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我？吴新月啧了一声说：可能因为他有病。听了这话，我一下子收回我烤的小饼干，瞪了我姐一眼，生气地说：你才有病无心。得知柳如烟喜欢的人可能是我后，接下去的1周我都不敢回家，生怕跟柳如烟碰上，只能躲在吴新月的公寓里蹭吃蹭喝。于是1星期撞见2次我姐跟不同的男人热吻。吴新月把客厅灯打开了，两人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客厅角落因为一连7天都没收到柳如烟的信息而哭红了眼眶的我。吴新月对着帅哥尴尬笑笑，解释说我弟。我姐短促的弯了我一眼，我立马很有眼力，见地抬手跟帅哥哈喽。啪的一下，帅哥怒甩我姐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说你弟。帅哥转身就走，头也没回。吴新月黑着一张脸，要我哪来的滚回哪去。我吸着鼻子说，可我回去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柳如烟。吴新月冷笑呵呵，脸上顶着5个手指印，安慰我说别担心，他最近也没空，估计忙着跟家里安排的联姻对象培养感情呢。联姻？我瞳孔地震。吴新月仍贴心的继续开口，是啊，我打听过了，人长得漂亮又优秀，也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的，两人还是校友呢。学姐学弟修成正果，也是一桩美事。我一听天都塌了。吴新月又补了一句，对了，到时候人结婚了，份子钱你可得出大头。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于是我开始借酒消愁，甚至还点了10个漂亮小姐姐，醉意上头。我打电话给柳如烟，接通后没等她开口，我就气呼呼的发泄说，柳如烟，你没有心亲完人就跑了，你这个大渣女。那头沉默片刻，对不起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别跟我置气好吗？温柔熟悉的嗓音落耳，内心漂浮的某处被慢慢熨平，但转念想到吴新月的话，
无名状的难过又漫上心头。我吸着鼻子控诉说，不管你亲完我就消失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抓心挠肝，然后你自己逍遥快活去了。面对我的恶人先告状，柳如烟哑了半晌，才缓缓道，是你一直堵着我，还有我哪里逍遥快活？他的语气里仿佛还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委屈。但我喝醉了，我不管，一想到他要跟别人在一起，就觉得内心十分酸涩。呜，你放屁！你今天不是去相亲了吗？我这么帅气的都主动待在你的鱼塘里了，你居然还去相亲？柳如烟气笑了。相亲？我跟谁相亲？我姐说你要跟你的哈佛帅哥校友结婚，还让我份子钱要包最大的，怎么突然又变成我要结婚了？吴边长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我吸了吸鼻涕，摇头说自己才没有，情绪上头了。柳如烟，我知道我娇生惯养，除了长得帅点，目前别的优点还不是很明显，创业还屡试屡败。柳如烟听了我的话，语气变得更软。边长，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，你在我心。我接过旁边小姐姐递过来的纸巾，抹了一把眼泪，哑着嗓子狠心打断她。算了，既然你不想跟我谈恋爱，我也不强求了。柳如烟，祝你新婚快乐，白头偕老。柳如烟倒吸了一口气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放心，女人多的是，我等会儿就去跟这些小姐姐一醉方休，把你忘了。电话那头的柳如烟听了我的话，语气变得很冷。是吗？这话你等会儿最好在我耳边再说一遍。这话在我耳里像是在威胁，是在给我下战书。柳如烟，你以为我怕你？我不等他回我，直接掐断了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身旁的小姐姐被经理喊走，再回来时她一步离我3米远，避我如蛇蝎。我看着小姐姐一个扣子一个扣子的把露出的春光遮住，我气笑了。小姐姐一脸抱歉道，不好意思吴先生，上头有交代不让您喝酒。紧接着小姐姐把桌上的 Rio 都换成了百事，不是 Rio 也算奶。不好意思，我看你好意思的很。柳如烟到的时候，我还在咬着吸管喝可乐，不想理她，把她当空气。倒是一旁的小姐姐见到柳如烟秒变鹌鹑，弱弱开口，吴先生，我姐要生我妈了，先走一步。靠你说什么？你们不讲信用，说好的500块摸一次春光的呢？我无视掉柳如烟的低气压，要去追小姐姐，然后被柳如烟伸手拦下。柳如烟声音平静的开口，吴边长，我们谈一谈。不要，我才不要跟你谈。结果我往左，他也往左；我往右，他也贴着往右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不说话。我不想说话，但是我又有些生气，气不过，于是我顶着脑袋一头撞在了他春光上，还顺手开了一把油，像是顺势而为的。柳如烟揽住了我的腰，反倒抬手揉了揉我被撞的额头。摸狗啊你！挣扎无果，柳如烟问我，你刚刚在电话里说要跟谁一醉方休？他脸色臭臭的，声音淡淡的。我有些犯怵，知道面无表情是他心情不悦的征兆。我后背一紧想逃，意图被察觉他揽住我腰的力度收紧，我整个人几乎被他禁锢在身上。跑路无门，我尴尬的笑笑说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谁知这人竟敢贴着我的耳廓，语气轻柔的要命。春光我也有比他美，认摸不要钱，跟别人不如跟我谈，怎样？他在勾引我。呼出的热气扫在耳间，我顿感喉咙发痒。柳如烟像老狐狸一样，还在喃喃引诱，他们可以的，我也可以，甚至能做得更好。话里有话，不言而喻。脸红归脸红，但是纵横情场多年，我哪能让自己落了下风？于是我勾了勾唇，学着他的模样，只是凑得更近。呼出的气息里混杂着果酒的桃子香甜。行啊，等会儿你别求饶，求饶这话你最好对自己说。我无边长就没有求饶的时候。柳如烟眉头轻挑，那行你加我家酒店。柳如烟凑近看我的目光变得深邃，评价的十分中肯，胆子倒是挺肥。胆子肥不肥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天都快亮了。柳如烟还要再接再厉的精神令人钦佩。无边长，你眼光真烂，脑子真笨。我趁着能休息的间隙问他，眼光烂是指现在吗？掌心被摁住，陷进柔软的被窝里，在明知故问腿给你打断，腿断然是不会被打断的，只是我的腰是真的快断了。事后我瘫在床上，听见柳如烟在打电话，没失踪，谈恋爱了，跟谁你过几天就知道了。挂了电话，我问他是谁，这么关心他的感情生活，难道？我眯了眯眼酸道，该不会是你那位学弟？柳如烟揉着我手心失笑，我从来没考虑过除你之外的任何人。那前段时间我还看见你跟别的男人走在一起呢。柳如烟的手换了个地方，嘴里还在耐心解释，公司里的合作对象倒是你。我怎么了？那位设计师取向可不是男人。我一愣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还想再说什么，就被堵住了双唇。期间，柳如烟面色平静又毫无愧疚地告诉我，之前玩闹的每一任他都背地里调查过，我骂他混蛋变态，他不恼反倒笑着损我，说反反复复只会骂这几个字。柳如烟要公开，我说先试着谈1个星期没分再说，他答应了。结果第8天，他说吴新月要去国外出差，临走前要请我们吃饭，未免引起怀疑。我提议分开去餐厅，柳如烟在电话里欣然同意。饭桌上，我姐一脸古怪地看着我，你的嘴怎么破皮了？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，上火了。我姐突然不说话了，我有些紧张，以为她看出了什么，结果她突然给了我一张黑卡，语重心长道，吴边长，你要是受欺负受委屈了就回家。吴新月表情十分严肃，看得我一愣，我吸了吸鼻子，感动极了，含泪收下巨款之后，柳如烟才匆匆赶来。这人今天罕见地把衣领最顶上的2颗扣子解开了，本始作俑者陷入了沉默，喝着果汁不敢吭声。坐在我面前的吴新月看着柳如烟，忍不住打趣，则你丫头艳福不浅啊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你顶着一脖子草莓印出门。那男人是谁？我认识吗？面对戴姑姐的疑问，柳如烟摊了摊手，表示无奈，对不起阿锦，我男朋友不让我公开。喝着果汁的我听了这话，被呛得咳了2声。他说着说着感觉不对劲，等等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柳如烟亲切的又叫了一声锦。吴新月看了看柳如烟，一转眼又看向我，最后盯着我破皮的嘴角，突然笑不出来了。只见对面的吴新月唰的一下弹跳起身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位自己处了25年的好姐妹，指着柳如烟的那根手指抖了又抖。柳如烟满脸无辜地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，可怜兮兮的。我怀疑这人是故意的。我俩的眉来眼去落在吴新月眼里，像在打情骂俏。最后吴新月情真意切地从嘴里艰难地蹦出了一句问候：柳如烟你大爷的。全文完。